我是赵少康，欢迎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高嘉瑜委员、蓝轩小姐、唐湘龙先生、王宏伟委员、牛煦庭委员、李博毅议员。好，看美国，拜登出来了啊，那到白宫去演讲啊，10分钟，说呢卸任前半年会马不停蹄为国奔忙啊，因为共和党就下台，不下台我还剩半年下什么台？那另外呢，他公开演说啊，他说呢，要拯救民主胜过他个人的野心或任何人的野心，要传递火炬给下一代啊。我想清楚了，就是要把这个火炬传给下一代哈。那另外呢，这个他的太太第一夫人呼吁要相信贺锦丽，哦，佩洛西、奥巴马啊也都给拜登高度的肯定，说拜登做得不错，过去4年做得很好啊。那川普呢？他们现在没好话了。川普就是他叫做狡猾的舅，川普一向叫他狡猾的舅，要不就是打瞌睡的舅哦 ，Sleepy Joe， 要不就是狡猾的舅哦。那他说他这10分钟演讲几乎没有办法理解，烂到爆，他讲什么？听不了哦。狡猾的舅跟撒谎的贺锦丽，让美国感到极大的尴尬，从来没有这样的时刻啊。一个总统是狡猾的，一个副总统是撒谎的。那医生说拜登可能有 Parkinson's， 说哪里看得出 Parkinson's 的2个地方，一个是眨眼次数越来越低，不眨眼了，哦，不眨眼睛，他的眼睛要眨，他不眨。第二呢，讲话声音越来越小声，的确，拜登讲话声音是小的。其实还有了，走路慢了，小碎步慢了，哦，然后身体佝偻，哦，有朋友。这个得了哈，那但是开始不知道嘛，他走路比较慢哈，然后那种佝偻，就知道说，好像不对，赶快检查啊。那另外呢，所以家人如果家人有这样，赶快送去检查，早一点检查。但一般都不愿意承认了哈。那 CNN 民调说贺锦丽呢紧追川普，只输3个百分点，原来拜登是输6个百分点，所以贺锦丽是3，因为每个机构不同，路透社贺锦丽赢拜登2个百分点，那 CNN 一向做是这个。拜登是输6个百分点输的啊，所以呢，这个贺锦丽把拜登的支持者大概都找回来了，啊，然后呢，也让更多的独立选民力挺。我们这样看哈，拜登当时哈跟过去自己比，只争取到92%支持者，8%原来支持拜登，没有支持他。那贺锦丽现在拉回了95%，哦，比92%要多3%，但是还剩下5%。另外呢，这个原来表示2个都不挺，2个没一个好东西的人。那现在有30%愿意支持贺锦丽，27%支持川普啊。我们看一下。So I've decided the best way forward is to pass the torch to a new generation. 终于向全世界交代退选原因。美国总统拜登坦言，是经过深思熟虑后，认为时机到了。There's also a time and a place for new voices, fresh voices, yes, younger voices. And that time and place is now.拜登在白宫椭圆办公室发表演说，当下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儿子、孙女一家人都在旁边听着。拜登不断强调爱国、保卫民主，绝口不提自己的年龄和健康疑虑。I revere this office, but I love my country more. 拜登演说仅短短12分钟，当下前美国总统川普是在自己的私人飞机上收看，因为他这一天的行程是到关键的北卡罗来纳州造势。If you don't mind, I'm not going to be nice. Is that okay? 川普在枪击后一度收敛选举语言，不针对拜登和贺锦丽，但是在换败之后，看来又恢复以往的尖酸刻薄。So now we have a new victim to defeat. Lion Kamala Harris. Lion. L-Y-I-N apostrophe. 帮贺锦丽取新绰号，但是分析师认为，川普已经没办法再扩大基本盘。你看，这个拜登讲要找 new, fresh, younger 啊，要新的、更新鲜的哦，然后呢更年轻的啊，意思就是贺锦丽了啊。那现在就把川普比下去了哈。来，小牛怎么看？民主党换将当然是所谓的不得不为啦，因为在川普受到枪击之后，基本上所有的新闻焦点都围绕在这件事情上面。对于民主党的选情本来就已经是雪上加霜了，加上拜登自己的身体状况确实不好，不管他是什么样的病症，这个都外显出来，变成宣传的破口的时候，你不做换将，那恐怕影响的不是说他没有办法顺利连任，而是连民主党最后国会参议院的微弱多数啊，很有可能会因为民主党支持者彻底失望。缺席投票
好让他变成总统国会双输啊，这对民主党来讲是没有办法接受的结局。所以换将第一件事情是把新闻的焦点抢回来嘛。你看，本来大家都在讨论枪击案，当民主党换将，因为这也是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嘛，所以相对来讲，媒体的报道平衡跟未来一些分析，他至少能够拿回一定的话语权。那么第二个，他当然要尽量的维护民主党的这个基本盘嘛。因为你让他不投票的时候，那就影响到国会。我刚刚有讲，那民主党的基本盘基本上就是相对年轻的人，相对意识形态比较偏左派的人，在乎社会福利，好等等，还有再来就是所谓的少数主义嘛。那现在关键是说，现在看起来这个贺锦丽的声势是最好的，距离也是最近的。那看他有没有能力把这些人的投票的热情重新找回来。但我认为至少换将之后啊，至少可以维持，因为川普的个人的这个形象实在太鲜明，以至于只要有他在的选举啊，很有可能会变成挺川反川的对决。那民主党先换人，好把拜登的健康因素取消掉之后，至少可以先回到挺川跟反川的基本格局，好，这还是有一搏的机会。那如果民主党换出来讲，贺锦丽后面的表现越来越亮眼，能够把这些都吹出来的话，在最后的阶段也未尝不可一搏了。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合理的操作。那教育，其实我刚从美国回来，那我到美国是先到这个加州 LA， 当天刚好这个川普发生枪击事件，那引起了蛮大的新闻。那我周遭其实很多朋友大家都认为说啊，川普赢定了。那后来我又到了纽约，当时参加了民主党的一个客厅会，那个客厅会大部分都是一些支持者哦，很重要的金主，那里面的声音就是非常的忧虑对于民主党的选情，而且普遍因为那时候拜登还没有退选，但是都认为说拜登应该要审慎考虑啦，当时，所以后来在我回台湾那一天，拜登就宣布退选，所以整个这个过程其实变化非常快。但是在民主党内部，当然大家也都希望说能够有新的气象，所以贺锦丽出来之后，可以看到民调现在开始跟川普可以说是不相上下之外，其实在美国内部过去大家会认为说啊，川普跟拜登两个其实就是怎么讲不相上下，要怎么选呢？那现在贺锦丽跟川普的这个对比就非常的鲜明，不管是年纪，不管是在各项的议题跟理念上，大家可以明显的感受不同的区别。而且贺锦丽她除了是检察官出身之外，过去她在洪都拉斯的总统就职典礼上，还跟赖清德副总统当时有过一面之缘。那对于中国政策，其实当然也是延续拜登。那很多人说，那到底谁对台湾有利？不管是川普或者是贺锦丽，谁对台湾好？我相信从过去大家所看到的，当然川普他对中政策是比较激进一点，可是有很多人认为说，川普如果再次连任之后，他可能会做出很多是过去他没有做过的事情，因为他现在已经不受控了，连大法官都已经被他这个摆脱了嘛，所以对于川普来讲，他可能会做出很多大家所想象不到的疯狂的事情。那对中会不会同样延续着过去那种政策？这个其实是有很多人打问号。但是贺锦丽呢，我相信啊，他对于中国政策会延续的拜登之外，对于台海和平也是同样的持续的是重视。所以我相信，在目前美国的这个情势来看的话，贺锦丽其实是大有可为，而且他的副手人选现在在讨论的就是这个宾州的夏普洛，还有这个亚利桑那州的这个太空人凯利。那亚利桑那州大家知道台积电就是在亚利桑那州，所以如果是这个凯利的话，其实这个搭配大家会认为说是非常强的一个组合。洪伟。今天讲到他的副手啊，他副手大概都会去挑选这些摇摆州的州长，因为这样对他的这个选群会比较加分。我觉得这一次的美国总统选举啊，真的可以说是高潮迭起，而且呢，事实上常常很有那种出人意外的一些这个发展。那我觉得拜登退选在历史上是有它的意义，因为在56年来第一次有这样的总统候选人宣布退选。但是我觉得我蛮佩服的，就是这一次民主党拜登在宣布退选之后，非常快速的，就是找到他的一个指定接班人。那所以非常快速的他就支持贺锦丽。那么包含民主党的这些党代表也非常快速的就表示支持贺锦丽，所以现在贺锦丽几乎是没有悬念，因为他已经远远的过半数的支持即便等到他们的全代会线上的这样投票，他应该都没有什么问题。那而且呢，过去可能有很多民主党大佬并不喜欢贺锦丽，但这一次呢，显然为了要团结，能够赢得胜选，打败这个川普，所以
现在大概除了奥巴马之外，其他人也都公开表示贺锦丽，所以也有人讲说，贺锦丽现在是要钱有钱啊，要人有人，包含拜登的团队可以完全的直接给他来用，可以说无缝接轨。我觉得这一点哦，在看这个美国这个政党政治里面，我觉得这一点我个人是蛮佩服的。那接下来就是，那么贺锦丽她到底有没有能力能够打败川普？那刚才也讲，比如 CNN 的最新的民调，它还落后3个百分点，可是，在路透社的民调呢，他就赢了2个百分点。当然，其实美国的大选不能只是去看民调，因为最重要的还是摇摆州啊。你的摇摆州，你能够赢，那才是最后真正的赢啊。这也就是说，他未来包含他的副手也会去找这些摇摆州的这些州长来当他的这个搭档人选。那么接下来，我觉得以川普的个性哈，因为贺锦丽比较特殊，第一个呢，她是少数族群啊。第二个呢，她是女性，那可能很多人一定会就是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对手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你的攻击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好，你不能随便就攻击，大家就说啊你是攻击女性，或者你你就是歧视少数族群，你去攻击少数族群。可是我觉得川普才不会理这一些，他现在对于贺锦丽的攻击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猛烈。那贺锦丽过去呢，她的能力到底如何？因为作为一个副手，很难看得出来。那她现在可能她最容易被攻击的部分，就是当时她也没有在负责什么经济的大政策啦，他外交上也不是他在管的，他主要交给他的是主要是移民的政策。可这个部分呢，事实上受到的批评跟争议是非常多的。那接下来，川普阵营一定会强力的攻击。那只是我觉得贺锦丽作为一个未来也有可能创造美国历史的啊，因为美国已经有一个这个黑人的总统，但是呢，如果贺锦丽那个当选的话，他是第一个女性的美国总统，哇，这也是在写历史，所以我觉得未来美国总统非常非常好看。当然，就说对台湾来说，那么第一个会不会败归贺水，我觉得不一定，我真的觉得不一定啊。那但是呢，你说他会做出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就是改变，好对台的政策，那我觉得也不大容易。可是基本上，接下来我们还是去看最后呢，川普跟贺锦丽到底鹿死谁手啦？好吧。川普现在每天在骂贺锦丽哦，到底怎么骂哈？休息一下再回来。住得安全，活得平安，一人一点力，爱就大无限。好，这贺锦丽说 Z 世代喜欢他哈，而且他的这个椰子树，什么叫椰子树？他妈妈曾经说了，你们这些年轻世代搞什么鬼？你们以为你们是从椰子树上掉下来的吗？哦，所以这个他去年曾经讲这话，现在在网络上疯传哈。而且呢，这个川普说他笑起来好难听的啊，那现在笑呢好像也变成他的一个招牌哈。那另外呢，他批评贺锦丽批评川普。说是你是定罪的重犯啊，你3、4个都有罪嘛啊。那另外呢，这个川普说贺锦丽是激进的极左疯子啊，因为美国其实对那个很左派并不喜欢哦，就是很共产党、很社会主义了啊。所以呢，而且你是激进的极左这个而且疯子啊。说呢，贺锦丽他是怎么骂？就是因为现在民主党骂共和党说你们反对妇女堕胎，反对妇女的这个对自己的生育权，他自己可以决定要不要生育啊。但是川普会骂说你这就是处决婴儿，你堕胎就是处决婴儿，哇，这也蛮可怕的。怎么把婴儿处决呢？哦，所以反对堕胎人就是反对婴儿，你是上帝吗？你怎么可以决定婴儿的这个生命呢？婴儿的前途呢？哦，所以你们这些主张堕胎权的人，就是主张可以把婴儿处决掉的人，他用这样来反击这个贺锦丽啊。那另外呢，这个川普说贺锦的移民政策，哦，这个一塌糊涂，每年让2000万个移民进到美国来，所以他是边境撒谎，哦，是边境撒谎啊。那另外呢，德国总理说贺锦丽很有可能赢了哈，就外国领袖也在看哈。所以他们说美国大选像云霄飞车一样哈。那特别2个副总统范斯跟贺锦丽呢，
那演说呢狂轰对手，骂对方啊。那个范式也讲很难听了，说这个拜登是史上最烂总统，然后贺锦丽比拜登还烂100万倍啊，很难听啊。我看那个范式跟原来想象那个完全不同，就是非常会骂人，骂得非常难听，很恶毒啊。那另外呢 ，Fox 福斯电视台 ，Fox 它是保守电视台，原来是支持川普的，他邀川普跟贺锦丽9月17号大选辩论，地点呢摇摆州在宾州啊。那贺锦丽的搭档是谁？现在被认为可能是 North Carolina 的州长 Cooper， 或是宾州州长，或是 Arizona 的这个联邦参议员凯利啊。那到底会是谁啊？这个也蛮重要的。当然，就是说你这边看得出来，摇摆州在这个时候就占便宜了。一定稳定的州，人家想都不想，你只有摇摆的时候，你才这个吃香喝辣。我们看一下。If you're brave enough to admit that you're messy, then you are the leader. You are the fearless one. You are the person that can let the world see all of you. 现在脸最绿的就是共和党跟川普，本来还猛酸贺锦丽是笑婆，现在反而让选民发现，选战不再是死气沉沉的老人吵架。I think right now Kamala herself has not really released a lot of her agenda yet to the public. We know that she has an extensive career in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I'm afraid if we lose this one, it's going to take a civil war to save the country, and it will be saved. 从网络声量来看，共和党芒果干吸金效果不如贺锦丽的魔性笑声。还讲到他那个笑的确很特别。对他过去常被人家质疑，他不知道他在笑些什么啊。我也常这样。你将来可以选总统。对。常被质疑就是他不知道在笑什么，好像在化解一个尴尬，好像呢又在自嗨。不过眼前，当他的一切过去被批评的弱点或者莫名其妙，现在都成为民主党社群的迷因梗的时候，就表示民主党现在需要团结，而贺锦丽提供了这个元素。当然，今天民主党在面对阵前换将的时候，我第二个感触就是说，国民党真的应该学一学，看看人家阵前换将之后的团结的样子。而国民党说了崩溃从2016年开始，你换将换完了之后呢，反而导致更大的分裂。就是今天的民主党，他们在拜登没有退之前，他们真的喜欢贺锦丽吗？也不是。可是当拜登退了，拜登assign了一个贺锦丽之后呢，你看到那个捐款进来的速度，2天2.5亿美元，那都还是初步的捐款而已。你看到呢，民主党里面几乎没有任何杂音，就算是不讲话，像是呢奥巴马，可是没有任何的杂音。民主党呈现出来的那个空前的团结，一个阵前换将，他不但呢很快的把局面稳住，同时呢民调比原来的拜登呢都还要高一些，这个就很了不起了。所以民主党本身在选举操作上面不要低估它，就是眼前民主党最坏的情况可能过了。不，当然并不是说贺锦丽就会胜选了，因为贺锦丽接下去看两个观察点吧。第一个就是8月的民主党的全代会，民主党的全代会的时候应该不会有杂音，但是全代会呢会是一个高潮，就是要如何营造出胜选气势，以及他提出来的副手。我个人认为北卡的州长的机会是很大的，个人认为，好吧，到时候看。第二个呢是9月17号的辩论。9月17号，他跟川普的这场的辩论，我认为贺锦丽的压力，第一个在政策面，可是川普如果在那场辩论当中没有办法从贺锦丽身上讨到便宜，川普会受很大的伤。所以呢，这是接下去的2个观察的重点。可是对贺锦丽来讲，眼前的这种的开 party 式的狂欢，大家呢找到了一个救命的稻草。然后开始呢，寄希望于贺锦丽，他终究忽略了一些美国政治的基本逻辑。美国现在这一次的选举是一个宗教团体对政治团体的选举，共和党是个宗教团体，他所在的地方呢，那种的福音教会周末集会的气氛是非常浓厚的，它有强烈的白人福音教会的那种的色彩在里头。可是左翼呢？左翼的团结是一种的价值团结。可是毕竟美国到现在为止，就像刚刚洪威提到的，
他今年是第47届的总统，在过去虽然出过了一个奥巴马，可是女性一直都上不了台面。这一次真的有机会让一个女黑左去面对一个老白右吗？就是老白右现在是一个宗教团体，可是女黑左能不能够成为美国政治普遍可以接受的，这个对美国选民呢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对贺锦丽来讲，因为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真正的谈论他主张的实质的争议性的政策到底是什么，所以还没有办法在贺锦丽呢被拜登点名了接替选举之后，还没有任何对于政策面的实质的攻击在贺锦丽身上。所以贺锦丽接下去一旦进入到了政策面的实质表达跟讨论了之后，让大家看到真正的贺锦丽到底左到什么地步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才是贺锦丽能不能够通过呢选举呢真正的考验。但是台湾方面，当然我刚听嘉瑜讲，我觉得嘉瑜在陈述这场选举的时候，显示高嘉瑜就不是民进党的主流派。民进党的主流派呢，是看到川普呢会感动、会掉眼泪的那种的，那才是呢民进党的主流派。他绝对不会流露出对于贺锦丽，因为她是一个女黑左而有一点点的浪漫的同情。有没有看过川普？川普真正在去年2023年，他从年头拍到年尾的那个 Agenda 47。去看一下川普的 Agenda 47， 他的 Agenda 447，那个 Agenda 447非常的惊悚。Agenda 47呢是他真正要执行的这政策。你看过他的 Agenda 47，看完了之后，你知道他是希望把美国改造到一系回到解放前，让他在回到二战以前的那种的传统保守的美国社会，把二战之后美国的社会变迁呢全部都洗掉。他是想要这样子做的。所以，川普这次回来之后的2.0是没有受到任何民主共和党的内部的任何的派系或者传统建制派势力绑架的川普，他会大干一场。那个大干一场是超乎想象的，不要乐观。如果你认真看过他的政见，我说他的政见是非常可怕的。像我刚刚讲说，国民党那个时候换柱搞了内部不团结，其实情况是不同的。拜登这是他自己下来的，国民党换就是洪秀柱不想下来的，被逼的，而且不但被逼，事先还没商量的。所以拜登是自己，所以如果拜登自己这次自己不下来，硬把他逼下来，民主党也是一塌糊涂。拜登也是被逼的，被金主逼的。但是拜登怎么他自己说我要下来嘛？你自己我要下来，跟洪秀柱是不一样的。所以这种从那边就得到一个教训：你要一个人下来，一定要再怎么样说服他自己表达下来。不能硬把它干下来，这是不行的。蓝轩，我是想过，我美国就是看到了台湾呢，曾经有过类似那种什么换柱啊，所以想到这个换灯不能够随便换啊，一定要呢这个水到渠成，天时地利人和都得要兼顾才可能做到。所以当然了，我觉得拜登已经做出一个确实是一个最正确的选择。所以呢，先讲目前的观察，我认为其实贺锦丽在拜登决定下来之前，其实整个的声势也好，全世界也好，我觉得几乎都在做川普上台的准备了，我觉得几乎是这样。所以你说这乌克兰为什么乌克兰外交部长跑到中国大陆去？他担心这个川普上台之后呢，马上终止，就马上想办法让这个俄乌战争停战。停战的话呢，就就地解决领土问题。那所以对乌克兰来说的话呢，那只有割地赔款的份所以对他们来说非常的紧张。但是我认为，在拜登下来之后，贺锦丽这2天的表现，我们不管从这个民调的表现也好，从这个金主的捐款也好，已经到了80亿台币了某个程度来看，我认为其实目前看起来贺锦丽未来其实超过，就是他胜算的几率就已经超过50%了，至少比起过去的拜登几乎就是必输无疑。我认为现在第一个已经止跌了，止跌之后是不是可以继续爬升，我觉得当然就要看。但是因为贺锦丽出来之后，目前你看到他这个活力四射所以某个程度女性的选票少数族裔，尤其包括亚洲的，尤其印度在美国非常的多，印度裔的、非洲裔的。那另外的话呢，包括了一些呢看到的包括就是
比较年轻人，可能现在都会比较回到这个，可能去重新思考是不是要支持民主党。所以虽然我们刚刚讲到说摇摆州会是最后决定的关键，但是我觉得在贺锦丽目前看起来的话呢，他不但让这个拜登有止跌的趋势，而且回过头来，他让很多包括女性的话题，当然他会面对到堕胎的讨论，但是对于很多女性来说的话，会支持他这样的一个言论的所以我觉得整个来看，对于台湾来说是必须要去静观其变，而且目前看起来这个目前鹿死谁手，我觉得还没有一个定论。休息一下再回来。